那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 Hoboken 的中转的中心，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就是曼哈顿，非常繁华，非常美丽。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在新泽西，然后是一个算是城乡结合部的地方。大家看到前面的片头也知道，就是一个比较荒凉的地方。然后曼哈顿那边就是非常的繁华，然后全部都是高楼大厦。那好，我们现在就去搭车去往我们的目的地——越南餐厅。今天是我们这个异国料理打卡系列的第3弹啊。那我们今天要吃的国家呢，你们在标题也可以看到啦，就是这个越南料理。虽然他们人均 GDP 啊只有3700多美元，远远的比中国的中国的 GDP 少了1半还不止，但是他们是世界上第2大的咖啡出口国，是不是很难想象，在亚洲我们有一个世界上第2大的咖啡出口国？有小伙伴会好奇，第一是谁呢？最后告诉你答案，这个越南料理啊，除了从很久以前开始就跟咱们的这个中华料理有着非常深的渊源之外啊，它还跟另外2个国家法国和美国有着非常密不可分的联系。法国在这个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对越南进行了这个长达100多年的殖民统治。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呢，越南料理中间就融合了非常多的法国元素，包括法棍、滴漏咖啡。那另外跟美国的渊源呢，我相信就更为人所知了。这个越南战争以后啊，大批的越南人就移民到了美国来，于是呢，他们也把越南的料理、越南的烹饪还有河粉也一并带了过来。那跟着我一起到今天我们要打卡的越南餐厅 Saigon Bistro 去看看吗？由于这个越南地处亚热带地区，而且它的海岸线非常的狭长，他们的气候实际上是非常湿热的，所以这里的人呢和他们的料理偏爱的口味呢，其实主要就是5种酸、辣、鲜还有这个甜，就是这5种主要的味道。另外啊，跟大部分东南亚菜系都差不多，就是越南菜非常喜欢使用这个香料，比如说香茅啦、柠檬啦、罗勒啦，来增加这种他们食物的清香的口感。所以就是即使你在越南这种非常热的地方，比如说吃河粉这种特别高温的食物，但是你还是会品尝到一些比较清凉清爽的感觉。这种口感呢，就是来自于香料的口感。好，那我们下面来吃我们的第1道凉菜啊。那这个也是名副其实的凉菜了，因为它所有的材料都是生的。那可能很多人以为这个就是春卷，但是实际上它真正的名字啊，相对于那个炸过的表皮是脆脆的那种黄色的春卷来说呢，这个其实叫做生春卷，因为它里面大部分的菜呢都是就是新鲜的，然后是没有烹饪过的。那只有这个虾呢是煮过的。中文里面呢，我们有时候会叫它生春卷，有时候也会叫它夏卷。那翻译到这个英文里面呢，叫做 summer roll， 馅料非常的丰富啊。除了有这个香菜呢，还有胡萝卜，然后还有这个煮熟了的粉丝或者是米线。那还有一个东西非常的小，它只加了一点点，因为这个东西味道很重，就是薄荷。因为它也叫夏卷嘛，所以大家知道它当做凉菜来吃，然后在夏天薄荷的这个香气在里面，然后吃上去就是满口的清香啊。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这个沾了酱的味道怎么样？它这个花生酱啊，主要是用这个柠檬、鱼露，然后蒜末，那有一些会加辣椒，我们今天的这个是没有加辣椒的，还有糖和水全部打在一起，然后做成了这个花生酱。那因为其实这个夏卷啊，它本身是完全没有任何调味的，它甚至连盐也没有，然后也是非常干爽的，没有任何的汁水跟酱汁，所以沾上了这个酱之后呢，味道非常的浓郁，而且后味很足，因为里面全部都是青菜，清甜可口的味道，再加上这个
花生酱的加持啊，然后它们混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口味还算有一点点偏甜的，但是你又可以吃得出非常明显的东南亚风格的一道凉菜。好，那下一道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甘蔗虾。那这一道菜呢，其实是越南非常非常有名的，但是在外界不太为人所知的。大家都以为越南人爱吃这种河粉啦、春卷啦，就是比较清淡口味的，但是实际上他们也非常喜欢吃烤制的食物，还有炸物。那这个甘蔗虾呢，就是其中的最具有代表性的食物之一。有些地方呢是烤，有些地方呢是炸。那因为有着这个甘蔗的这个甜味的加持，然后就会有一种非常清甜的口味。那我们现在就来试一下。一嘴的这个虾的非常鲜美的味道，然后加上一点点的这个甘蔗的清甜的味道在你嘴里，口感非常非常的棒。好，那我们现在来沾个酱试一下。那这个甘蔗虾的蘸酱呢，又跟其他的酱不一样，它是越南最著名的这个鱼露酱啊。那这个鱼露酱的制作呢，其实就非常的简单了，就是用柠檬、辣椒水还有鱼露，有时候呢还会混一点蒜末。那在我们这边呢，这个商家会用这个腌过的胡萝卜跟白萝卜放进去啊，去给它制造出一种比较酸的，然后比较爽口的味道。那我们试一下，来蘸一下这个甘蔗虾来吃吃看。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一道菜完全可以不用沾鱼露。越南的鱼露呢，普遍的偏咸一点，他们制作这个鱼露的时间更长，因此它这个味道就会更加浓一点。它这个虾肉呢，本身也是经过调味的，所以你吃它的这个天然的口味就已经非常非常好吃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品尝这个越南最著名的一道料理，就是这个越南的河粉啊。越南的这个河粉在英文里是 PHO， 这个音发佛。其实你别看这个越南河粉啊，它好像是一道清汤寡水的一碗区的米粉而已，实际上呢，这里面有大有来头啊。首先呢，他们的这个河粉呢，其实就是从这个中国的南方地区传来的，就比如说我们的贵州啦、广西啦、广东啦，还有云南啦。第二呢，你别看它这个越南的河粉，我们都知道非常的注重汤头的鲜美，但是实际上呢，像这种文火慢炖这个炖的烹饪概念啊，是他们从法国这边学来的。200年前啊，这个当时的越南是法属的殖民地，那么法国人呢去到了越南，也进而就带来了这种新的烹饪技术，也就是这个文火慢炖的方式啊，让河粉的汤头呢更加鲜美。大家吃过越南河粉应该都知道啊，就是它除了给你一碗粉之外呢，还会给你一些辅料，有这个薄荷叶啦，有辣椒啦，然后有这个非常新鲜的豆芽，还有柠檬。也是为了使这个汤头啊，根据你个人的喜好来增加它的或是酸度或是辣度。那我们现在就把它们加进去一起试一下。第一口照例啊，我们现在要先来喝汤，因为越南河粉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汤头它是不是够鲜美。它有非常浓郁的咸鲜味，但是因为有了豆芽和柠檬的加持，那这个汤的味道呢就多了一丝丝酸和甜的味道。那喝起来，因为这个口感非常的复杂，味道非常的多，你会觉得这个尝起来它的味道非常的丰富。那让我们来赶紧尝一下，先尝一下它的这个米粉。它这个口感就是非常非常的顺滑，然后非常的柔嫩，然后像婴儿般的肌肤一样。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夹着这个牛肉和薄荷一起来试一下。越南河粉里面这个肉呢，就是要趁着它大概8分熟的时候，带一丢丢的粉红色吃，是最好吃的时候。那店家呢也会故意把它切得特别的薄，就是为了让你类似于我们吃云南过桥米线一样，就是你一碗热汤浇下去，然后所有的菜瞬间在那一个 moment 就熟了，然后你就可以吃到最新鲜的东西。加上这个薄荷叶的口感呢，让我想到就是我小时候吃粥，然后配的凉菜就会有折耳根，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喜欢吃折耳根？但是所有的这些草药类的或者香料类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它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功能，就是
让食物在你的嘴里发生一个非常奇妙的化学变化，然后你的嘴巴里整个就是充满了香气，会让这一道菜的味道完全变成另外一个味道。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推荐，一定要往这个越南河粉里面加上薄荷的。那下面呢，我们就要尝一下这个叫做什么粤式2件套食，一个是这个滴漏咖啡，最出名的越南的饮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在这个火遍大街小巷的法棍三明治。那大家现在呢，也有很多人开始把它们叫做越南的三明治啊，所以这个跟吃相关的文化反向输出有多么的厉害啊！好，那我们现在来吃一口这个越南三明治啊，叫做巴米。一口咬下去啊，你可以吃到这个面包表层的非常酥脆的口感，可是它面包里面真的是特别蓬松、特别柔软的。那它这个越南三明治呢，跟美国的三明治最大的不同在2个，一个是他们用的这个面包通常就是用法棍的长面包，叫做 baguette。而且呢，不同于我们亚洲其他地方吃的，比如说咱们吃的肉夹馍、驴肉火烧之类的，越南三明治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很多时候会在里面加上芝士。这个呢，也是因为就是法国人当年啊，不仅带过去了这个炖的烹饪技术，而且还带去了很多经过加工过的乳制品啊，非常大程度上的丰富了它的口感和多样性。那如果你觉得吃面包有点干呢，没关系，我们还有这个越南咖啡，来尝一下这个粤式咖啡有何不同。它这个口感就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炼乳的味道，就是其实是很甜的，可是后味呢还是会带一点点苦的味道，可以喝出来它是比较正宗的粤式咖啡。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开始啊，法国人把他们自己的咖啡豆叫做阿拉比卡的这个种类的咖啡豆带去越南，但是结果这个咖啡豆啊不适应越南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就种不太出来。那他们后来呢就没办法，只能换成了另一种咖啡啊，叫做罗布斯塔。那阿拉比卡咖啡的这个品种呢是比较酸的，而罗布斯塔这个品种呢是比较苦的。所以呢，后来他们经过改良，就是为了让这个口味不要那么苦，因为生活已经够苦了，所以他们就会在里面会加上炼乳或者黑糖浆啊，去中和一下它的苦味，让它变得比较甜一点。那这家店呢，给我们的时候已经是滴漏完成的咖啡了。滴漏咖啡就是上面一个小小的盒子，然后你把咖啡粉倒进去，然后它有一个滤网在中间，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杯子可以盛着那个滴下来的咖啡啊。那快的呢，一般如果是商店的话，一般就是几分钟或者10几分钟就可以给你做好。那慢的呢，有些人他就是很享受这个滴漏的过程啊，就像我们煮茶泡茶一样。那最多的时候呢，可以一个咖啡滴个4、5个小时，或者滴一整个下午都是有可能的。一如既往的，我们最后呢要来尝一下他们家的甜点，也是我非常期待的。因为这道甜点呢叫做椰奶玉米布丁啊，基本上都是我喜欢的东西放到了一整道菜里面。那这个的制作方法呢非常简单，它其实就是把玉米切成比较细碎的小颗粒，放到锅里煮熟了以后，再跟这个椰奶、糖水还有这个他们特制的一种糯米粉啊搅拌在一起，然后就会有这种黏黏的软软糯糯的口感。现在呢我就来先把它搅匀，然后我们来尝一下是什么味道。尝到的是非常非常纯粹的椰奶的奶香味，就是非常非常热带亚热带的味道。就是一如既往的这个越南菜啊，它都会比较怎么样，在这种非常柔软的口感里面加一些很清脆的感觉。这一道甜点也是一样的，它往里面加了醉的玉米粒，你咬下去会有咔吱咔吱的清脆的声音，就仿佛跟我刚刚在嚼那个豆芽一样的口感，会让你觉得有一种凉爽，然后非常舒适的清甜的感觉。今天这一家越南餐厅 Saigon Bistro 我们就吃完了。那今天我们点了4道菜，
一道甜品，还有一个这个滴漏咖啡，加起来大家猜猜一共花了多少钱？加上了税啊，税后啊，一共其实只花了54块钱。另外我们又加上了10美金的小费，所以加起来一共吃了这个64美金。另外呢，千万要记得看完视频，如果你喜欢的话，要记得关注我们，因为这仅仅是我们异国料理系列的第3弹而已哦。谁是全球第1大的咖啡出口国？是巴西，也就是在南美洲的巴西啊，他们是全球最大的咖啡出口国。好，不要问我第3名是谁了，因为我没有查，我只查了前2名。那就这样。